为什么很多人在家里做的啤酒鸭不是腥味过重，就是味道不好呢？有的人怀疑是不是选错了啤酒，难道必须要用82年的啤酒吗？有的人怀疑是不是选错了鸭子，难道必须用10大名鸭吗？答案肯定不是这样的。啤酒鸭作为一个全国都能吃到的家常美食，讲究的就是简单、普通、接地气，不需要用多贵的食材，用最普通的食材做出最极致的美味。其实啤酒鸭想要做的好吃，只需要注意以下4个关键点就可以了。我今天选用的是普通的麻鸭，这是一种瘦肉型的鸭子，剁的过程大家不爱看，我这里直接略过。剁完之后，我们就得到了一份鸭肉和少量鸭子的内脏，其中包括鸭心、鸭胗和鸭肝。鸭肉我用秤称了一下，差不多1000克，刚好2斤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我们剁鸭子的时候一定要剁成稍微大一点的块，因为鸭子煮熟后会缩水。同时一定要去除鸭脖子的皮，皮下会有胸腺，这是鸭子的淋巴器官，是不能吃的。我们还要把胸腔里面剩余的内脏清除干净。通常鸭子的肾脏会残留在鸭子腹腔的下部，它的腥味很重，一定要清除干净。鸭屁股一定要切除，因为它包含尾脂腺和腔上囊，尾脂腺异味很重，而腔上囊属于鸭子的淋巴器官。简单清洗后，我们把鸭子放入一个大盆里面，加入2勺面粉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把鸭子搓洗一下，利用面粉的吸附能力，就能把鸭子清洗得很干净。这就是第一个关键点，鸭肉处理好，腥味才会少。洗净后，我们把鸭子直接焯水，锅中加入多一点的水，鸭子冷水下锅，加入几个姜片，加入1个葱段，加入1勺料酒，开中火慢慢的煮沸。在煮沸的过程中，就会慢慢的逼出鸭子内部的血水和杂质，从而形成浮沫，同时也会把鸭子的大部分的腥膻味溶于水中。水开后，我们用勺子打去血沫。鸭子本来就是一种腥膻味比较重的家禽，很快浮沫就撇除干净了。接下来把鸭子捞出来，放入一个干净盆中，用温水清洗干净。大家千万不要用冷水清洗，以免热胀冷缩的原因导致鸭肉口感发柴。这是第2个关键点，焯水用冷水、温水洗干净。充分洗净后，我们把鸭肉沥水备用。等待的时间，我们准备一下烧鸭子的配料。鸭子想要好吃，大葱肯定是少不了的，我们切一点葱段，然后准备几个去皮的大蒜。大蒜我们要整个的烧，所以就把大蒜的2头切掉一点，方便出味。最后去皮的生姜要多准备一点，改刀切成大一点的片。全部切好后，把葱姜蒜去腥3件套放在一起备用。再准备一点普通的青红椒，改刀切成小段，这个主要起到提味和增色的作用。全部切好后放在一起备用。接下来准备烧鸭的香料了，以下为家庭版的配方：一个干净碗中加入1个八角，加入一点桂皮，加入几片香叶，加入1个拍碎去籽的草果，最后根据您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干辣椒和一点花椒，然后加入一点清水，简单的抓洗个10几秒。这样做可以去除香料表面的浮尘和减少一点苦涩味，然后沥水备用。视频的结尾我会附上一个9连级别的配方，香料会多达10几种，磨成粉之后使用。准备一口干净的锅，加入一点食用油，油热后下入沥干水分的鸭子。我们要把鸭子炒干炒香，炒出水汽。随着鸭子内部的水汽逐渐的挥发，就会带走一部分鸭子的腥膻味。等到把鸭子表皮炒得金黄，没有水汽后，我们先把鸭子添出来备用。就用锅里的底油，我们先下入全部的香料，开小火爆香。香料中有很多芬香物质是脂溶性的，必须用油炒一下，香味才能释放出来。接下来我们下入葱姜蒜爆香，等它们爆香后，我们加入2大勺的豆瓣酱，大约50克，把豆瓣酱也炒干炒香，煸炒出红油。豆瓣酱也是要炒一下的，才能激发出它的香味。炒的时候一定要开小火，千万别炒糊了。接下来我们倒入提前炒过的鸭子，开小火煸炒1分钟左右的时间，让鸭肉吸收香味，同时给鸭子上色。这是第3个关键点，鸭肉要炒香，炒料分鲜后，趁热我们加入1大勺的生抽，大约30克，激发出酱香味。接下来加入一点白糖，
增加一点回甜。同时我们调成最大火，然后迅速倒入一整瓶的啤酒，这个是500毫升的普通啤酒，而且是价格最便宜的一款。如果啤酒没有没过鸭子，可以加一点开水，然后把汤汁煮沸。啤酒虽然是冷的，但是它下锅后会产生很多泡沫，并不会影响鸭肉的口感。啤酒的成分相当复杂，富含氨基酸，也有乙醇和大量的二氧化碳，它可以挥发带走一部分鸭子的腥膻味，也可以和鸭肉结合，产生复合又迷人的香味。全世界都有用酒烹饪美食的习惯，我国有一个省份特别喜欢用啤酒做烧菜，不管是烧小龙虾还是烧鸡、烧鸭、烧甲鱼等，啤酒是少不了的。您知道是哪个省份吗？水开后就是放入鸭心和鸭胗的最佳时间了。我们用勺子把它们按进汤里面，然后调成最小火，我们盖上盖子，焖煮30分钟左右的时间。具体的时间主要看鸭子的年龄和品种。一般而言，2个月左右的小鸭子10多分钟就能炖烂，3年以上的老鸭可能需要1个小时。您如果把握不准的话，可以中途尝一尝，看是否已经炖烂。焖到20分钟左右的时间，您就可以把鸭肝也放进来。鸭肝如果煮得太久，就会变得很柴。最佳烹饪时间就是煮10多分钟。30分钟时间到了，我们打开盖子，一股香气扑面而来，哇，真的是太香了。我们把大葱、生姜和香料都挑出来，大蒜基本上煮化了，喜欢吃可以不挑出来，然后就可以开大火收汁了。不过收之前您可以尝一下，根据您个人口味和习惯，看是否需要补充一点盐和老抽，毕竟不同品牌的豆瓣酱和生抽含盐量都不一样。大约过5分钟左右的时间，汤汁就收的差不多了，不用收的太干。啤酒鸭还是要略带一点汤汁才好吃。后期还可以煮一些配菜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加入全部的青椒块和红椒块了，煮至断生就可以了。起锅前加入一点胡椒粉提香，翻炒均匀后就可以起锅装盘了。我们把啤酒鸭装在砂锅里面，方便后期加热。胡椒粉一定要起锅给，香味才十足。如果给早了，收汁的过程中也就挥发的差不多了。一道好吃的国民菜啤酒鸭就完成了。这样做出的鸭子香辣可口，没有一丝腥味，吃进嘴里味道富有层次感。入口先是咸味和辣味，接着是鸭肉结合香料的味道，最后略带一丝回甜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鸭肉越嚼越香，还带有一股啤酒的清香，汤汁还可以拌米饭，您还不赶紧去试一试吧。做菜呢，最重要是自己喜欢。希望我的视频能给您带来一点帮助。最后是9顿版本的啤酒鸭的配方，您可以截图保存。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给更多的人。